中国新闻网消息，刑法修正案11草案13日提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2次审议。草案规定，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对于奸淫幼女罪，草案指出，对奸淫不满10周岁的幼女或者造成幼女伤害等严重情形，明确适用更重刑罚。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对草案做以下2个方面补充完善：一是修改有关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和收容教养的规定，拟在特定情形下经特别程序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做个别下调。在刑法第17条中规定，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同时，统筹考虑刑法修改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相关问题，将收容教养修改为专门矫治教育。2是针对司法实践中反映的问题，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刑法保护，修改奸淫幼女犯罪，对奸淫不满10周岁的幼女或者造成幼女伤害等严重情形，明确适用更重刑罚，增加特殊职责人员性侵犯罪，对负有监护、收养、看护、教育、医疗等特殊职责人员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的，不论未成年人是否同意，都应追究刑事责任。修改猥亵儿童罪，进一步明确对猥亵儿童罪适用更重刑罚的具体情形。券商中国报道，国金国联官宣联姻才过去10个交易日，又被爆出意外分手。一名深耕并购重组领域的券商投行人士分析称，该项目可能涉嫌内幕交易，而且痕迹过于明显，证监会已启动核查。10月12日晚间，国联证券与国金证券双双公告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原因是因为交易双方未能就本次转让及本次合作方案的部分核心条款达成一致意见。双方承诺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国联证券与国金证券 A 股股票于10月13日开市起复牌，恢复正常交易。不少券商推测，终止原因可能涉嫌内幕交易问题。该项目可能要面临要么自己停，要么被调查的两难局面。9月25日，证监会要求2家券商自查，提交内幕信息知情人士名单，并启动核查。重组终止的公告也倒逼相关投资者被动进行选择，是继续持有还是离场。截至6月30日，国金证券有 14.11 万股民，国联证券截至9月末有 13.44 万股民。尽管国金国联合并告吹，但券商整合是行业趋势。另一方面，监管层亦鼓励证券公司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强。央视新闻客户端消息，10月13日，山东省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消息，青岛疫情发生后，山东省迅速启动涉疫相关人员的追踪随访和核酸检测工作。青岛市全面开展城区人口核酸检测。截至10月13日8时，青岛市已采样307万8528份进行核酸检测，已出结果110万7883份。除已公布的6例确诊病例和6例无症状感染者外，未发现新增阳性感染者。山东其他市迅速开展对9月23日以来流出青岛市人员的追踪随访和核酸检测。截至10月13日8时，已追踪随访并进行核酸检测22万5345人，结果全部为阴性。人民网报道，今年我国粮食生产克服疫情影响，战胜洪涝灾害，夏粮产量创出历史新高，秋粮丰收已成定局。把粮食安全牢牢抓在手上，对于稳固国民经济基础具有重要意义。本报记者就粮食生产的有关热点问题采访了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富。韩长富说，对农业来说，今年确实是个多灾之年，粮食生产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先后经历了多个关口。春耕备耕时过新冠肺炎疫情关，南方水稻双抢时过洪涝关，
东北秋收前过台风关，还过了草地夜蛾等病虫关。在灾害多发、重发、频发的情况下，粮食和农业夺得丰收来之不易。多灾之年，粮食和农业能获得丰收，是多方力量同向发力的结果。南国经报消息，刚从外地回柳州的小杰想在家附近租套房子住。小杰介绍，10月5号，小杰约见中介公司工作人员小李，并在小李的引领下去看了房，但房东没有出现，而是一名男子接待了小杰一行。小杰对房子很满意，马上租了，通过手机向中介支付了1个月的租金、押金及中介费，共计2275元。就在小杰为搬家做准备时，10月7号，此前与他签协议的男子发来一条信息，称房东在6号晚已住进医院，检查结果是 HIV 并发症，并发来一张腿部溃烂感染流脓的照片。他当时表示要退租，双方当时也答应了，但表示由于自己不是房东，只能等房东在医院醒来后再和他一起处理此事。当晚，房东给小杰发来信息称，之前和你发信息的是我朋友，我们昨天有一点争吵，他说的话也不是全部都是事实。小杰已决意退租，但对方并不回复，此后再也联系不上了，而中介只退服务费325元。小杰通过多方查询发现，他租的那一套房是一套公租房，住在那里的根本不算是房东，也不能将房子出租。目前，小杰已经报警，并向12315投诉，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并追回已交的租金和押金。山东商报、速报新闻综合报道，江西61岁的黄大妈说，大明星靳东向她表白了，她要嫁给靳东。自从年初黄大妈把老年机换成智能手机后，开始沉迷刷某 app， 并声称要嫁给演员靳东，原因是靳东已在全网向她告白。黄大妈说，今年年初她在某 app 上刷到了靳东，并与其取得联系。黄大妈老公表示，妻子一天到晚玩手机，饭也不吃，瘦了10多斤。不久前，黄大妈突然离家出走，去了长春市。黄大妈说，靳东约自己来这里见面，还说要给她100万，甚至送她一套房。家人不信，约其见面，但自称靳东的人一直没有露面。13号，靳东工作室发文回应被冒用身份在某平台开设账号一事，表示靳东目前从未在任何短视频平台开设账号，靳东系列账号均非本人，严厉谴责并警告这种行为，称目前已取证完毕，将通过法律途径追究相关主体的责任。国家卫健委通报，10月12日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7例，为上海3例、广东2例、内蒙古1例、四川1例，本土病例6例，均在山东，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222例，现有疑似病例7例。截至10月12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228例。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7例，其中境外输入12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4例，其中境外输入2例。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5768例。据青岛卫健委通报，10月13号下午，青岛市召开疫情防控情况新闻发布会。截至10月12号24时，本次疫情青岛市累计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6例，无症状感染者6例。6例确诊病例中，重型3例，普通型3例。全省派出210人，核酸检测队伍驰援青岛。此前已通报的感染新冠肺炎的出租车司机邵某某，已追踪到青岛市全部密切接触者52人。目前全部进行集中隔离观察，完成2轮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上述52名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89人也已进行追踪管理。已对市胸科医院388名职工和在院患者以及9月份出院后离清的9名患者进行了追踪，其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截至10月13号15时30分，青岛市已采样4235438份核酸检测，已出结果1945252份。除已公布的6例确诊和6例无症状感染者外，没有发现新增阳性感染者。健康时报客户端报道，青岛疫情是否意味着第2波疫情来袭？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光接受采访时表示
如果坚持目前防控政策，我国不会出现第二波疫情。但对于零散病例的发生，我们要警惕起来。对境外，尤其是对流行新冠病毒的国家来的人，都要严格隔离和核酸检测。任何一个病例都可能成为导致感染人数迅速蔓延扩大，在经济恢复、旅游回暖的情况下出现疫情，更要提高警惕，遏制病源的传播。欧洲多个国家疫情出现反弹，曾光认为，欧洲现在就是最典型的第二波疫情来袭。但是对于美国来说，还没走出第一波疫情，任何的局部没有控制住，都有可能导致新一轮疫情。但我们说的第二波疫情是大范围流行，青岛疫情相比于前几次来说，属于小规模的。此次疫情特殊的地方在于出现在医院。青岛卫健委消息，青岛昨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例，其中2例系无症状感染者归转，新增无症状感染者5例，感染者含多名胸科医院在院患者和护工，其中1例为重型病例。确诊病例中，一名50岁女性为护工，8月25日进入市胸科医院陪护病人。10月11日排查核酸检测阳性，复检阳性。10月12日确诊为普通型病例。一名65岁男性为专职陪护，9月22日入院陪护确诊病例5焦某某。10月11日核酸检测阳性，复检阳性。其余2名确诊病例为市胸科医院在院患者，均为男性，分别是38岁、83岁，其中83岁患者确诊为重型病例。无症状感染者中，一名83岁女性系确诊病例2韩某某母亲，居住在市北区洛阳路街道办事处5阳路7号。10月11日作为密切接触者采样并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当日复检均阳性，其余4名无症状感染者均为市胸科医院在院患者，年龄23岁至27岁。央广网消息，10月5日，南宁市民黄先生趁假期和朋友在南宁市一个酒吧聚会。6日凌晨1点多，他迷迷糊糊地走到商场附近，打算取电动车回家。就在这时候，他突然失去了知觉。黄先生称，等他稍微恢复知觉的时候，已经感觉自己的价值1200元左右手机丢失了。黄先生很快补办好了手机卡以后，发现小偷竟然拿着他丢失的手机，通过盗刷的形式，在京东商城和京东到家购买了25台价格不菲的苹果手机和华为手机，总价值12万多元。黄先生怀疑有人破解了他那台丢失手机的密码，盗取了他的京东信用快捷支付密码。黄先生随后致电京东商城客服，让客服对订单进行拦截，挽回了4万多元的损失。黄先生称，剩下的8万多元是嫌疑人从一个京东到家的平台订购的，是急速送达，分3个时段送到江南区克安居大酒店1楼。他报警后，警察前去调查，遗憾的是，嫌疑人已经取完货离开了现场。不过，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已经被监控记录下来，目前警方已经把该案件列为刑事案件展开侦查。黄先生也想通过自己的遭遇提醒大伙，丢失手机之后一定要第一时间处理相关信息。上游新闻消息，10月12号，湖北武汉市中院开庭审理了一起罕见的生母杀婴案。公诉人指控2019年12月31号，肖云生产后用塑料袋、衣物包裹男婴，致其窒息死亡，犯故意杀人罪。上游新闻记者注意到，肖云当庭认罪悔罪。在最后陈述阶段，他说：“希望法院能够判我缓刑，我能早点回去抚养我那2个孩子。”2019年5月，肖云发现自己怀孕，她又害怕丈夫阿伟知道。肖云在法庭上解释，她和阿伟聚少离多，阿伟对她和异性聊天产生过不满。当月，阿伟因吸食毒品麻果被拘，丢了工作。肖云不想要这个孩子。怀孕后，肖云一直穿着瘦身衣，瞒过了所有人，直到生产时被发现。当天在工作的火锅店楼梯间产子。肖云产下男婴后，用塑料袋和衣物将男婴包住，走回租住地后，他又在男婴身上套了一个塑料袋，放入洗衣机，回到餐馆上班。上游新闻记者注意到，庭审时肖云数次哽咽，悔罪认罪，希望法庭能轻判该案，未当庭宣判。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通报，截至10月13号8时，青岛市已采样3078528份进行核酸检测，未发现新增阳性感染者。截至10月31号8时，全市已排查到密切接触者144人，
全部实行集中隔离观察并采样检测，除其中9人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并已及时发布外，其余均为阴性。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207人，全部实行集中隔离观察并采样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一般接触者859人，全部完成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医务人员、住院病人及陪护人员170867人已完成核酸检测采样，已出结果163006人，均为阴性。社区检测人群2906448人已完成核酸检测采样，已出结果943664人，均为阴性。青岛早报消息，10月13日，青岛市公安局北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称，10月12日晚，多名网友向青岛警方举报，有一网民在新浪微博发布夸大青岛新冠肺炎确诊人数的虚假信息。青岛市公安局市北分局民警迅速行动，于13日上午查获涉嫌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嫌疑人景某某，男，21岁，山东泰安人。经审查，景某某对其为吸引微博人气，编造青岛市新冠肺炎确诊人数的虚假信息，在新浪微博予以发布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现景某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金500元。公安机关重申，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每位公民都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对公然散布谣言的，公安机关将坚决依法查处。请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新华社报道，疑似医院感染不仅给青岛市带来诸多挑战，也给入境城市疫情防控敲响了警钟。青岛市卫健委12号通报，青岛在此次疫情中已发现确诊病例6例，无症状感染者6例，均与青岛市胸科医院高度关联。截至12日12时，青岛市已排查到密切接触者132人，全部完成核酸检测。青岛市胸科医院部分医护人员表示，境外输入病例是在独立区域治疗，上述2名感染者分别在不同楼层，不知为何会发生感染。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严防医院感染一直是个难题。4月初，2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因为与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在青岛市胶州中心医院同一病区治疗被感染。疫情初期，当地另外2家医院也曾发生过此类问题。专家认为，当前青岛疫情防控的主要难点是感染源和感染路径不明确，流行病学调查难度大。目前，青岛市疾控中心正在对感染源和感染路径进行调查。界面新闻消息，山东卫健委10月13日早间通报，10月12日0时至24时，山东新增本地确诊病例6例，其中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归。青岛市报告本地无症状感染者5例，但青岛卫健委10月13日通报称，截至当日8时，山东青岛市已采样3078528份进行核酸检测，已出结果1107883份。除已公布的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外，未发现新的阳性样本。在机检测未出结果样本1970645份，检测结果将及时公布。有网友因此产生了质疑：难道青岛又新增了5例无症状感染者？省里的数据怎么和青岛的数据冲突了？对此，青岛网络辟谣表示，实际上这只是数据汇总时间不同造成的错觉。小编可以明确告诉大家，截至10月13日8时，除了已公布的6例确诊病例、6例无症状感染者，青岛未发现新的阳性样本，造成青岛又新增了5例无症状感染者的错觉，只是因为数据汇总时间上的差异。省卫健委统计的是当日0到24时的数据，青岛由于突发疫情实时公布。13日上午，省卫健委公布的这5例无症状感染者，青岛其实早在12日就公布过了。澎湃新闻消息，10月12号，农业农村部官网公布了一批全国人大代表建议答复函，其中针对禁止活畜禽流通、降低疫情传播风险的建议，农业农村部、经商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商务部后指出，现阶段全面禁止活畜禽跨省调运条件仍不成熟，
农业农村部表示，由于目前我国不同地区畜禽养殖资源禀赋不同，畜禽价格差异较大，散养比例仍然较高，屠宰能力分布不均，冷链物流和配送体系建设有待加强，部分地区群众消费热鲜肉的习惯尚难改变等原因，所以现阶段全面禁止活畜禽跨省调运条件仍不成熟。农业农村部表示，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研究推动规范活畜禽长途跨区域调运的相关政策措施，继续强化活畜禽调运监管，指导各地做好冷链物流、屠宰加工等设施建设工作，引导企业提高设施设备技术水平，加快推进从运活畜禽向运冷鲜肉转变。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据青岛市疫情防控情况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10月12号17时30分，青岛市共发现6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6例无症状感染者，且所有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均与市胸科医院高度关联。10月11号，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通报该市新增3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随即制定并已启动了全员检测方案，计划5天内对青岛全市检测全覆盖。目前，青岛市胸科医院已停诊。据青岛市卫健委消息，该市胸科医院部分独立区域承担着收治境外输入新冠病毒感染者的任务，具体感染源正在进一步排查中。有调查称，此次青岛出现集中病例系胸科医院接收境外输入人员后，使用 CT 后消毒不彻底造成感染所致，所涉亦非一个病区。据财经报道，一位参与疫情防控的内部人士透露说，医院初步怀疑是这样，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不过，不能断言胸部 CT 消毒不彻底导致人群感染。此次青岛疫情不能说是秋冬新冠疫情反弹的表现，这次是偶发疫情，发现比较早，而且是通过主动监测发现，反应力度也非常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疫情规模要看调查结果，通过初步掌握的信息来看，应该不会比北京6月出现的疫情规模大。北京青年报消息，今年9月，山东淄博一办公设备门店外，有一男子敲锣称其父亲杨某金在加拿大当着孙女的面性侵了儿媳妇儿，而杨某金即门店所属办公设备公司的负责人。随后有自称杨某金儿子杨某宁的网友发布文章讲述了相关情况，事件引发了网友热议。10月13日，杨某金就此事回应北京头条记者称，此前他就已经注意到儿子发布的相关情况，他表示自己和儿媳妇有矛盾，但并没有性侵儿媳妇。网传文章中的内容并不属实。他于9月底在加拿大向法院起诉了儿子杨某宁，认为儿子发布的文章系诽谤，向法院提出了判决儿子杨某宁停止诽谤、删除相关文章等诉求。北京头条记者从相关法院文书了解到，当地时间10月6日，加拿大当地法院已受理了此案。杨某宁13日表示，目前尚不清楚自己已被父亲告上法庭一事。中国天气网报道，随着新一股冷空气来袭，今明2天，我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1/3国土将被秋裤占领。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多地气温持续走低，部分地区的气温还将创下半年来新低。预计10月13号，秋裤分割线将推进至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川西高原一带，在黑龙江、吉林、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整体气温较低，属于秋裤天天见区域。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甚至是一条秋裤 hold 不住，可能需要毛裤或者棉裤来御寒了。陕西、山西、河北、宁夏、北京、天津等地气温将明显走低，小伙伴们也需要赶紧翻秋裤，随时准备穿起来。淮河以南地区相对温暖一些，像是湖北、江苏、上海、浙江、湖南、贵州、重庆、广西等地，暂时一条单裤即可应付，早晚寒凉，老人小孩要注意添衣保暖。而在海南、广东南部等地，未来几天最高气温仍有28度左右，依然可以一条短裤走天下。南国经报报道，10月12日晚，四川资阳堰江警方发布警情通报称，在一处电缆井内发现一具尸体，目前查找尸源和案件侦办工作正在进行中。网友发帖称，装有尸体的行李箱被发现在道路旁绿化带停车区的窨井里。
旁边就是九曲河，尸体已经腐烂。附近商户称，听说是一名电工因维修需要打开井盖才发现的尸体。网友配发的现场图片和视频显示，事发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不少市民在旁驻足围观。警戒线内，警察正在对一个红色行李箱进行勘查。北京青年报消息，今年国庆假期期间，王帆和其他2个家庭一起到青岛游玩，并入住当地红树林度假酒店。但在退房当天，王帆4岁的孩子却被酒店广场上运行的小火车卷入车底，因孩子伤情严重，紧急转到上海接受手术治疗。医院相关文件显示，王帆的孩子被诊断为右股骨干骨折、右大腿血肿。10月13日，王帆对北京头条记者称，事发时广场上有很多小孩在喂鸽子，他当时在旁边买鸽粮，没想到发生了意外。王帆说，他们并不纠结有关赔偿事宜，更重要的是想要一个说法，酒店为何连基本的安全都无法保障？运营小火车有没有相关资质？驾驶人员有没有接受安全培训？运行线路有没有规定的安全距离等？对此事故，酒店方回应称，事发后一直在跟家长沟通，并表示相关项目手续齐全。事发之后，他们已经立即停止相关项目运营。青岛黄岛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负责人称，接到该事故后，他们已第一时间前往现场查看，目前仍在处理中。澎湃新闻消息，10月13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有报道称，美方已批准3项对台军售案一事提问。赵立坚表示，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充分认清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立即取消任何对台军售计划，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做出正当必要回应。光明网报道，中国海洋大学一化粪池炸了，悲伤逆流成。10月13日，一则图文并茂的信息上了热搜，圈粉无数。对此，中国海洋大学回应热搜称，跋山涉水也挡不住我们求知的步伐。PS 学校已介入处理 ，Users 务必戴好口罩哦。中国海洋大学化粪池炸了，上热搜。中国海洋大学化粪池爆炸事件在网上引起议论，路上全是屎，让人熏得想吐。那么化粪池为什么会爆炸呢？化粪池中主要的物质是沼气，沼气在很多性质上和日常使用的液化气有很多类似之处。当沼气在空气中约占9%至15%的浓度，遇到火源或是火花时，就会发生爆炸。北京青年报报道，10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0年前3季度进出口情况。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李奎文介绍，前3季度中澳贸易总值8597.3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1%，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值的1.1%。其中对澳出口2589.5亿元，增长9.5%。自澳进口6007.8亿元，下降5.1%。从主要贸易商品看，前3季度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主要商品为机电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出口值的75.7%。自澳大利亚进口的主要商品为铁矿砂、天然气和煤，占进口值的76.4%。发布会上有外媒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海关部门告知一些工厂停止进口澳大利亚的煤炭，这是否是中方政策的正式调整？中国海关将进一步加强对相关产品的进口监管，有关情况请向主管部门询问。李奎文回应。